我记得我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从小自学的英文，我的英文是在西湖边上抓老外的时候练的英文。那我们考进师范学院的时候呢，很多同学是农村来的，发音都不准。我呢，确实是班上最好的，但我这个老师呢，给我的考试成绩是59分啊。农村来的很多同学考了80几分、90几分，我都特恼怒。我说凭什么？怎么凭我的英文发音也比他们好？但我2年以后，我特感谢他。那我觉得人一辈子中被一个人、被你的老师、被谁这么指点过，而且是狠狠地批过以后，如果你没有出息，你恨过以后就算了；你有出息，你去思考，2、3年以后你会记住这是好事。所以我说，你们讲的绝大部分的经历，你们讲的故事，以及在整个案例过程中怎么操作呢？我碰上过，我完全可以忽悠大家说，哎，挺好啊，下去。但是这样的话对大家帮助不是太大。我觉得作为评委呢，我知道我的职责是给大家讲实话。我想把自己这2年创业的一些经验，跟大家做个分享。未必是对，但是确实是我走过。我有时候说，我讲话一个很重要的特征，我讲话不是为了讨大家喜欢，也不是说人家讲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我讲话也许不一定对，但我一定是真实的，一定是我自己想的。我自己创业过好多公司啊，第一家公司是1992年，是做海博翻译社。因为我学英文，很多人叫我做翻译，我没时间，我可以把它介绍给我的老师和同事去做。所以当时的想法，我觉得应该会挣钱。成立这个翻译社的时候呢，一定需要有个好的门脸，所以我们就租了个房子，1个月的房租就是1600块钱。而我们的注册资本大概夯不啷加起来是3000块钱人民币。我们满怀信心的开始做生意，觉得这个一定是个好买卖。我们坚信中国将来会外语要好，外语人才本身不都有很多机会，想法很好。在做的过程中，第1个月的营业额大概600块钱不到，房租是1500，还不包括所有的工资，就是第1个月我们就亏得一塌糊涂。我们原计划可能说6个月可以收支平衡。但是从第1个月告诉我不可能收支平衡，第2个月更惨，第3个月几乎是很难活下去。那第4个月我们想了个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发现卖鲜花、卖礼品可以赚点钱，赚来的钱呢至少可以付掉房租。所以我就坐火车从杭州到义乌小商品市场去进货。我们把海博翻译社一切为2，我们一半留着翻译社，一半留着开礼品。然后我们发现呢，这个卖礼品的钱1个月倒是可以赚3、4千块钱。但是翻译社1个月的营业额加起来就400、500块钱，然后呢，我的同事就跟我讲，干脆开礼品店，这东西好赚钱啊！如果礼品店开下去，也许我们将来成了个礼品公司，这时候是很大的抉择。所以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：当时成立海博翻译社是为了挣钱，还是为了解决找翻译和那些老师的问题？我个人认为，我们希望解决的是老师和市场上的需求。记住，很多公司在创业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碰上个新的机会的时候，你要问自己该怎么做选择。所以我们后来是选择了做了翻译社。当然，在中间还有一个案例，我给大家讲一下：不懂财务所犯的错误。我们请了个女孩子帮我们收钱。有一年的9月10号是教师节，也是我生日。那天我非常的忙，我们一天忙得晕头转向。结果我估计算大概一天的营业额做到1100块钱。到第2天早上一看，算了算账只有400多块钱，那我就很好奇这个钱跑哪儿去了。然后呢，做了个查账，一查账以后发现这个女孩子每一天从这里面抓个100、200块钱回家去，而我们竟然做了3、4个月都没有发现出来。谁的错？是我们的错，是制度的错。一个不好的制度会把优秀的员工变成坏员工。创业者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我要抓大不抓小。所以我们想到是翻译社将来怎么发展，进货怎么，就想这些东西，却没有讲到4、5个人也需要制度，也需要管理。没有好的制度，这是公司的灾难。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经验，小公司也需要制度，也需要体系。第2个公司我们成立了中国黄页。在中国黄页的创业经验中，有很多的经验也是可以要跟大家进行分享。95年做互联网是最艰难的时候，就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联通互联网，我就到美国去了一趟，回来以后我们要做互联网，我请了24个朋友在我们家开会，说了2个小时，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，最后23个人反对，1个人同意。这1个人就说：“马云，你这样做你就试试看，不行的话赶紧逃回来还来得及。”
那我自己想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上我决定还是做下去。中国人很多创业是晚上想想千条路，早上起来走原路。晚上想想是热血沸腾，真好。第二天早上骑个自行车又上班去了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很多创业者所碰上的问题。所以那一天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看见过互联网，我觉得互联网将来会好，但这些人没看见过。但是没看见过的机会，就是你怎么把它变成现实。包括中国的第一句话说，比尔盖茨说，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这句话其实不是比尔盖茨说的，是我说的，我把它改为比尔盖茨说的。95年刚刚开始，全世界知道比尔盖茨。但是我说，马云说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生活方方面面，谁会相信你，对不对？这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因为我相信比尔盖茨有一年一定会说的。还有一个记住，创业者未必一定要懂你所做的怎么做出来的，但是你要深信这东西的前景，你要深信这个东西可以给别人带来的真正的价值。如果你坚信，如果你觉得有机会，那就往前走。我那时候是杭州电子工学院的外办主任，相当于处级干部。辞职的时候，我们校长跟我讲，任何时候你要回来，我一定在1秒钟以内批准你回到学校里。那我就跟他讲谢谢，但我心里说，10年以内我不会回到学校里，10年以后我再会回学校。我从学校里出来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，当然挣钱不是坏事儿，理直气壮地说，创业者一定要挣钱的。但是我确实当时出来不是为了挣钱。我在29岁那一年被学校评为10大杰出青年教师，但我是本科生。10年以后，我凭什么跟那些更优秀的年轻人竞争？在创业过程中的任何经历，再回学校的时候，我可能是超过任何一个教师的一个经验。所以，出于这个目的，我离开了大学去创业。所以，对我来讲，这10年以来，任何失败、成功、团队取得的这些经历，是我最大的财富。这是我最要的东西，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失败，但有可能不失败，我愿意做个尝试。我如果这样把麻烦一个个解决往前走的话，这就是经历。如果我失败了，也是一种经历。创业者要的是一种经历，人一辈子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而后悔，很多时候到年纪大的时候，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而后悔。你从第一天做创业的时候，就要知道自己在走的过程中是一条曲折的路。而曲折路所经历过的东西，是你最大的财富。走到今天为止，我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路，这样才会让一个创业者心态永远平衡。我在寻找投资者的时候，犯了一个错误。我们当年跟中国电信一个3产企业发生了竞争，他那时候的注册资本是2.4亿人民币，中国黄页的注册资本是5万块钱人民币。我们竞争的非常惨烈，但是呢，我想我们的竞争还是蛮成功的。所以直到今天为止，我明白一点：以后你们碰上巨大的竞争，不要慌，大象很难踩死蚂蚁的。你只要躲得好，然后有良好的策略，你一定也能活过去。所以那时候我们竞争了将近8个月以后，大家你也搞不死我，我要搞死他，肯定想法也没有，我不可能搞死他，对不对？最后我们坐下来谈的时候，他说好。我们进行合资企业，他投140万人民币。那时候我5万块钱，一听见140万人民币，心花怒放。有140万，我还可以干多少事情？那我说好，脑袋他就干了。这个合资企业成立以后的灾难就来了。董事会里面他是5票，我们是2票。只要开董事会，我提出的任何想法，他们1个人举手，5个人同时举手，一个人说不同意，所有人都不同意。我们在5、6次董事会没有一样东西给通过的。因为双方的目的不一样，我是觉得有140万人民币，就他的资源我就可以大干了。他是想到我出140万就可以把他给灭了。所以这时候你说拿到了钱，你丢掉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你本来可以实施的东西，因为你没有想清楚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：今后我再创办公司的时候，永远不会去控股一家公司。让那些被我控股的人感到痛苦，一定要给下面充分的理解和支持。所以直到今天为止，我没有控股过阿里巴巴1次过，我为此感到骄傲。我说 CEO 领导这家公司凭的是智慧、勇气、胆略，而绝对不是资本。
资本不能控制你。如果一个企业家被资本所控制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希望了。永远记住，资本是为你服务的，你不能为资本服务。第3家公司，我创办了这国富通。在那家公司里面，我们真正做到了我自己感到骄傲的，我们创造了中国很多第一。14个月以内，我们利润做到287万。后来人家说，99年以前中国没有互联网公司挣过钱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挣过钱，只不过我们没有说而已。那时候我们做得很不错。然后呢，这家公司我们在理念上发生了改变。我的领导认为，电子商务未来发展方向应该以 EDI 为中心，这是一套比较封闭性的电子商务。在95年以前没有互联网 ，EDI 是最好的电子商务模式。而我认为在97年已经出现了互联网，互联网将会一切以开放的形式出来。所以如果说不把互联网作为将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方向，我认为这是大灾难。所以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战略发生的区别。第二个，他认为对客户应该去 control， 应该去控制。而我认为，对客户不应该去控制，是去创造价值，让客户觉得你对他有用，你能替他挣钱，客户就永远跟着你。第3个呢，他觉得我们应该为国有企业去服务。我认为，中国未来进入 WTO，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，民营经济、各式经济，中小型企业将会成为很大的区别。理念不一样的时候，要记住一句话：老板永远是对的。如果你不能改变他，你改变自己。所以我说，Sir，您走您的路，我就只能回来。我从零开始，再度创业。尽管赚287万利润，我们没有拿1分钱。从我杭州带去的5、6个人变成了40、50个人。我走的时候，40、50个人我一个都不会带。记住，这也是一个游戏规则。如果你去创办一家公司，如果你自己决定要走的时候，你把里面的人带走，有一天你的员工也会学你的样。切记这个。所以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我就把从杭州带去北京的5、6个人，因为他们是听了我的话到北京。如果你们愿意跟我回家创业，我给大家的条件是蛮简单，500块钱的工资，在我们家上班，我们租不起办公室，所有的人在我家的这个小区边上租一个房子住在一起。我说你们不可能早上打车来的，日日夜夜干10个月，失败以后一起再去找工作。我说你们自己去认真考虑，3天时间告诉我。3分钟以后，他们一起回来说。马云，我们一起回家，一起去创业，重新开始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觉得有这么一支团队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你肩上的使命不是骄傲，而是责任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创办了阿里巴巴，后来我们又创建了淘宝网，创建了支付宝。我做6个公司最重要的就是，我很实在的出去找路上的人。我觉得他可能成为我客户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：这东西你要吗？你会付钱吗？所以在这儿呢，想跟大家讲，这个一个优秀的计划，不在乎于你非常非常精致，但是这个逻辑一定要清楚。你为客户、为市场创造什么样真正的价值？孙正义那时候投资我们以后，在2001年冬天，他到了中国上海，他把在中国投资的大概几十家公司的人一起叫在上海，然后呢，每个人讲10分钟。到15分钟讲他的投资的计划。那时候互联网已经进入冬天了，我是最后一个讲话的。我说1年以前你给我投资的时候，我是这个梦想啊，我是这个目标。我今天告诉你，我还是这个目标，唯一的区别是我往前面稍微挪动了一步。方向我们是这个方向：电子商务、e-commerce、中小型企业、进出口，为中小型企业创造价值啊，这个我们一直方向没有变过。很多人很少会坚持从第一个开始，不断的维护，不断的坚持。我们坚持这个理想，不断的在调整自己。那另外一块，我想跟大家讲，跟风险投资谈判，腰挺起来，但是眼睛里面是尊重。你从第一天这么理直气壮、腰板挺硬的时候，当然别空说，你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你比资本家更会挣钱。我跟 VC 讲过很多遍，你觉得你比我有道理，那你来干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能够把钱变成更多的钱，你能够找到好的项目合作，所以双方之间是共通和平等的。他问你100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也得问他至少99个问题。你是嫁给他了，他可以娶7、8个，你就1个。然后你要问他投资的理念是什么，为什么投我们？我最倒霉的时候你准备怎么办？我先告诉你，我会很倒霉的。要真的不行，你看看怎么样？
但是我们很多人倒过来讲，先告诉他我一定会很成功的啊！这 VC 的期望值谈得那么高以后，你怎么做都失败。都谈过好的以后，你要谈坏的了。坏的告诉他，也许这公司明天这个怎么办？你有什么东西帮我？你是好公司的时候，是7、8个 VC 会追着你转，让他们把帮助你的计划和想法互相写下来。你的承诺每年都得写下来，他对你的承诺也得写下来，是互相的一个约束，这是婚姻合同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多年来，从第一笔 VC 到今天为止，我的每一个计划，每个季度，我没有 miss 过一个季度。如果你 miss 了一次计划，你的信用就没有。你告诉他，我这个月也会亏，下个月还是会亏，但我亏多少，只要发现可控，你的投资者都不会可怕。他最可怕的是你不可控了。你说赚2块钱，结果你还亏了3块钱；你说亏3块，结果亏了8块钱，你就麻烦大了去了。我进孙正义那一天，我根本就没穿西装，我就这么很随便的进，因为我心态里面从来没想过要钱，我也没觉得这大家聊聊嘛。然后就讲了5、6分钟，我说我要做一个事情是这样的。孙正义，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大智慧的人，这个人是我见过这么多 VC， 我现在阿里巴巴很多 VC 投资我们的 VC， 到今天为止，很多人并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，而这个人的6、7分钟他就明白我想干什么。正因为我的心理的平和，我没有出于钱去跟 VC 去谈，我讲的是我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讲完以后，他打断我，他说：“停一下，你要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要钱。”哎，他说要钱，他教我怎么花钱，要花得快。哦，我说我真不要钱。实际上是那一天6分钟以后，他喜欢上了我，我喜欢，就是我们成为了是后来，他边上很多人说我们2个是 soul partner， 有人不相信一见钟情。也许那就是一见钟情啊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最后他说：“马云，你拿4000万美金。”他一定要我拿4000万美金拿进去。我说 no， 我说我从来最多管过200万人民币，4000万美金我肯定不要。最后他说服，那这样吧，他说你拿个3500万美金。那我说我去考虑一下。回到公司内部，再想想还是不对，太愚蠢，要拿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我不会用，肯定公司要出问题的。最后。他派了人到我办公室追到我说，孙正义说一定要见到我，然后我就跟我的 CFO 3个人飞到日本，在孙正义办公室里面，那个谈判是最经典的。孙正义提出4000万，谈判最高的高手是听不讲，讲得多的人谈判水平是2流，真正高手是听。他一出剑，你基本就倒下了。他那时候报出的价格，那讲的前面一讲以后，我是心情澎湃，我都觉得应该是这样的。我们的 CFO 说 no， 然后孙正义吓了一跳，然后再赶紧调整价格，最后说好大概是3000万美金，那我们所以接受。回来以后想想还是不对，因为没签合同之前我还可以说反悔说不对，我就给孙正义写了封信，我说 sorry，3000万美金我不要，2000万美金，同意就干，不同意就不干。然后孙正义回来就2个字 go ahead， 然后就这个跌出来。我们从来没有。真的，我讲的话，他觉得啊有道理。他一讲，我就明白他想干嘛，我也觉得有道理。你碰上这样的一种合作伙伴制的投资者，是你的运气。在互联网最冷的冬天，我从来没去骚扰过他，他也从来没骚扰过我，因为他有太多的麻烦，他麻烦比我多了。所以我说，哎 ，forget it 啊，别来惹我，我也不惹他。这是一种信任，我信任他，他信任我。这种投资者比较难吧，所以我跟他的区别，我是看起来很聪明，实际上不聪明。那哥们儿是看起来真不聪明，但他是很聪明的人，真正叫大智若愚。所以跟 VC 的之间的沟通交流非常之重要。不要觉得好像 VC 是爷 ，VC 永远是舅舅，你是这个创业孩子的爸爸妈妈，你知道要把这个孩子带到哪儿去，舅舅可以给你建议，舅舅可以给你钱买点奶粉、衣服之类的。但是把这孩子养大的职责是你 ，VC 的钱是帮你做的更好更大 ，VC 的钱不是来替你救命的。什么时候要投 VC？ 不是你最穷的时候去要资金，记住，是你最好的时候去要钱。永远记住，所有创业者，下一次融资，你永远公司形势最好的时候去融资，千万不要这个天要下雨，突然雨已经下很大雨了，你爬到屋顶上去修屋顶，麻烦就大了。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，公司内部的改革也永远是在形势最好的时候去改革。一个公司的成功与失败，很多时候是在创业者的胸怀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，
在6、7年以前，有一家公司跟我们竞争的非常狠。当时我出席亚洲互联网大会，我成为主题发言人之一。我的竞争者呢，他也成为了5个主题发言人之一。结果要发言之前，他突然发现呀，他出了5万美金赞助这个会议才成为主题发言，而马云没有出1分钱成为主题发言，所以他跟组委会讲，凭什么马云不付钱，我要付5万美金？然后组委会就跟他讲，你要讲，马云是观众要他讲。然后他有个非常漂亮的游艇，他说我把游艇开到香港，邀请所有出席大会的主题演讲者和演讲者上我的游艇玩，但是要求有一个，马云不能上去。我觉得这是胸怀。如果你不能包容你的对手，你一定会被对手给打败的。是谁把周瑜气死的？是周瑜自己给气死的。诸葛亮根本没气他。你把对手当敌人，第一招就输了。天天挂着他把子就练这个标，你只能打这一个，其他人都没有用。竞争是最大的快乐。如果你跟别人竞争的时候，你发现是你很痛苦，越来越痛苦的时候，一定你竞争策略错了。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们跟eBay竞争会成功，打得不错？我跟我们所有想跟我竞争的人，我们都赢的原因，我从来就没把他们当竞争者过。心中无敌，无敌于天下。第二个，团队，我觉得团队要找合适的人。我以前从来不请那些名人当我的董事的。一般有名、能力强又管很大企业的人，很少会真正花时间在你公司身上。他1年来开个2次董事会，然后呢一讲了以后，你听听觉得这好像不对，但是你说他当时不对呢，你觉得不尊重他。他说我怎么了？我还是这么个人呢的，大小还是个 CEO， 还是个董事，对吧？你尊重他，你按照他这样做，肯定失败。我第一次请来一个副总裁，我们那时候总共500万美金，他开口说今年的市场预算1500万美金肯定要有的，因为他每年的预算至少是4000万美金。请到我们这儿，我1年最多给他50万美金，他怎么花都不知道。50万美金，他说做个广告都不够。在我觉得50万美金是可以做100个广告了。思考不一样，你到什么阶段用什么样的人，根据你的需要去找这样的人。千万切记，小公司找一些高手进来。公司本身的机制管理能力是一个拖拉机，但是你请进了一些高手，它是波音747的引擎。你一旦装上去以后，马达一启动，你拖拉机就4奔5连。所以我想，团队的选择，请大家切记，不要求豪华。小公司找高手，你要把高手的心态调整好。我的 CFO 蔡崇信，我今天还认为他是我见过最棒的 CFO。他在台湾出生，美国长大，美国念的耶鲁的博士，学的法律，在华尔街工作过，他的收入是非常之高的，但是他也来拿500块钱工资。他说他加入我进来的时候，我是吓了一大跳。他说我要加入你这个公司，那时候我们才18个人，在我们家上班，他要加入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就觉得这个不错。但我最怕这样说觉得不错加入的人，我给他2个礼拜考察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们就这样的条件。然后我跟他一起到美国出差1个礼拜，天天谈，都说得很透彻。最后他还是决定。最后他太太来了，他太太跟我讲了这句话，他说：“马云，我知道我老公疯了，他要加入你这个公司，但是我知道我不同意他会恨我一辈子。我支持他到你公司里来。”那是我们他第19号员工，直到今天为止他是我们的 CFO。这样的人，跟你一样同甘共苦，点点滴滴从细节做，然后又是你的弥补。而不是告诉你要做什么，而是告诉我你要做什么，我可以帮你做得更完善。我再跟大家讲，团队一定要找好人。对团队最重要的是对他们的信任。还有一家企业跟我竞争过，中午我去他办公室，他把整个灯都关掉了。我说这是干什么？省电，他说。但是我跟员工是这么讲的，他说中午休息。但实际上他说我是省电，我想这公司完了，省电就是省电，这没什么东西可以隐藏的，干嘛省电还得说同志们中午可以休息一下？员工不是傻瓜，所以那家公司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麻烦大了，因为你在欺骗你的员工。员工与你之间最大的关系是你要信任他们。我从不隐瞒任何东西，对我的团队，灾难快乐，只有的时候我告诉他们。不能讲的，不讲没问题，讲了都必须是真话。所以，领导者的艺术，怎么做干部，怎么做领导，怎么去跟人谈话。
我见过很多干部批评员工啊，真的是蛮痛苦的。要批评他，叫进来以后呢，先表扬他个10分钟、20分钟，表扬完以后呢，隐藏的说了一下，批评他以后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劲，然后又表扬他2句，说这个人走出去以后，都不知道自己是被表扬还是批评，还觉得挺好，他还是老样子。3、4次过以后，你突然说这个人不行，我把他开掉，然后那个人很吃惊，你不是表扬了我4次，说我挺好的吗？裁员也这样，千万不能杀2刀，哟，很可怜，我就不杀了，再杀2刀，你也痛苦，他也痛苦。这个人杀了7次还没杀掉，想清楚了就动，动手就快，刀越快，对他越负责任。记住，尊重游戏规则。你小公司也有制度，一旦制度进来以后，必须对制度的尊重是最高的。不是我要杀你，是制度要杀你，你违背了我们说好的制度。管理者、领导者、创业者心要仁慈，但是尊重游戏规则，建立游戏规则，明白自己要什么，明白团队要什么，多去看一些管理者讲的事，创业者多去看别人失败的经历，成功的原因千千万万，失败的原因就这么几个。去看见别人失败的时候，你仔细去看看我有没有这么做，我应该倒过来做。看人家成功以后，你去模仿一下，可能死得更快。很多失败的人就是一念之差，这一念之差你记住了，你学到了，将来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就懂得绕过去。很多人觉得这块石头是成功是这么爬上去的，你以为你也可以爬，告诉你，也许你腿劲不够，也许那一天刚好那块石头松下，你就惨了。但是陷阱都是差不多的，天下所有陷阱，无非是贪婪，无非是对人的关系，无非在过程中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情。这些东西，请大家去多学习多看，去学习那些失败经验以后，不仅不会让你的胆子更小，而是让你的胆更壮。